好，大家好，我是雷。今天视频我们来聊起国内摩托车企业一匹黑马，来自浙江台州京浪科技。这家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黑马，离不开这台力克318。力克品牌和318车型目前是备受瞩目，网上各大媒体和试驾也给出了一致好评，这就免不了让车友怀疑力克凭什么，京浪凭什么？在我们的眼里，京浪不是地平线，而是地平线供应商。因为国内做踏板车的企业基本都是靠着仿 GY6， 它京浪再牛也离不开 GY6 发动机。所以光吹牛没有用，我们还是来简单聊一下这家企业。首先，京浪科技的前身是叫京浪机械，它是成立于1998年，后期正式成立是在2000年。2000年开始，它叫京浪动力，说白了就是家制造发动机的企业。后期到2004年得到了3C 认证，之后它的发动机主要提供给了宗申、嘉陵、力帆，包括吉利以及重庆万强、华南飞鹰等等。后期包括五羊的发动机也是京浪在给提供。说的明白一点，它是一家代工生产的发动机企业，所以它生产的发动机不一定非要打京浪。比方给五羊生产打出来的名字可能就是五羊，所以你骑的宗申、你骑的嘉陵、你骑的五羊等等，可能都是京浪的发动机。后期到2006年，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居然组织了一个浙江省唯一的专业摩托车赛车队，并且多次参加了全国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全国超级摩托车大奖赛，当年取名为京浪队。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在2011年夺得了全国摩托车锦标赛澳门站 125cc 公开组个人冠军，包括 100cc 组别季军，这也证明他对自己的发动机足够自信。后期他们也制作一些 ATV 发动机，主要提供给了临海雅马哈，包括美国著名的北极星企业。玩越野的对北极星、庞巴迪、北极猫应该相当熟悉。北极星部分全地形车的发动机也是由京浪提供。如今他们的踏板发动机主要是卧式单缸 50cc、80cc， 包括 GCC 100，包括雅马哈110、GY6 125、KYT 125和 GY6 150。这个 GY6 发动机在国内可以说已经吃透了，甚至可以说我们如今的技术完全可以摒弃 GY6 得到更好的拓展。其他京浪的发动机包括 F150、F180、F300， 这些都属于小型全地形车发动机。目前他们最新品发动机就是 G23、G23 加长、G16， 包括 G20 等等。目前他们在技术上有了很多自己的创新，比如高强度的凸轮支架、凸轮曲轴，包括磁电机、2次过滤等等。并且从2008年开始，他们的发动机年销量已经突破13万台，截止到2020年，他们的发动机年产量达到80万台，也出口到了韩国、泰国、意大利、丹麦、瑞典等等。所以说京浪的发动机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市面上也有很多仿的京浪发动机，也在影响很多京浪的口碑。当然它也有一些质量不好的发动机，我们俗称垃圾。除此之外，它也生产一些汽油发电机、风冷柴油发电机以及水泵等等。而且京浪还是很多世界500强比如博士的供应商，因为它有很多先进设备，比如光谱仪、凸轮轴全自动测量仪、底盘测功机、3坐标测量仪，包括气动仪等等也是非常多。总结来说，在京浪官网最醒目的是什么？就是教你如何辨别正品京浪发动机。可想而知，仿制加仿制，就是这样一家完全有能力自主研发发动机的企业，并且有很好的口碑，包括很扎实的基础。它怎么可能只局限于给别人代工？而且代工的发动机还要打上别人的名字。所以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于是这个希望的小火苗从2015年就开始燃烧，燃烧了5年，慢工出细活，直到2020年我们见到力克318。但是力克不是京浪，京浪只是一个动力部分，而力克是一个高端的整车部分。可以说力克品牌是京浪科技在发动机领域20年来从摸爬滚打到自主创新精髓所在。在这里还有个问题，京浪是做发动机的，它并不是做整车的，那么这个车从何而来？首先力克318它的发动机为什么得到了这么多的好评？因为这台发动机是一个日本人设计的，设计这台发动机的是本田的工程师，这老爷子已经70、80岁，在本田工作30多年，而这台发动机就出自他的手。如今这个老爷子也加入到了力克，主要从事的就是发动机研发，所以他们如今也在做450发动机，包括961发动机以及拳击手 800cc 到 1500cc 发动机。而它的外观设计部分是意大利杜卡迪的设计师，包括伊塔捷特的总设计师亲自设计，所以这台车才会得到这么多的好评，并且完全看不到抄袭的痕迹。最终实际测试大家也看过很多视频，力克这个老板亲自带队出境西藏3次，从台州出发到西藏，也就是我们看的宣传片，从东海之滨到世界之巅。按照他的想法，应该是把这台车机镜做到完美，有任何的不舒服、任何的小瑕疵，尽量扼杀在摇篮里。说白了，就是问题出现在自己人手里，而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客户。所以说，力克做车的态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并且他们的中心思维就是扎实、可靠、有美感，包括安全。但是这台车到底是不是如大家所说？我觉得还是要得到大家的认可，光吹牛没有用。所以我个人也申请了一台力克318，未来我们会做次藏测视频，甚至会把这台车拆开，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吹牛。我们会拆它的发动机，包括拆它的车架，整体拆的一丝不剩。如果他敢让我们拆，说明他真的能做到。如果和所有企业一样不让拆车，那么我想大家懂得，因为看我视频的和了解我的都知道我的风格。我们就是要拆开看牛到底是不是吹的。视频最后总结一下，京浪动力怎么样？我觉得不重要，因为它只是京浪科技旗下的一个动力部门。我们更要着重于力克318，但是它的排量略显尴尬。
未来如果可以出来250排量，我们可以少交很多购置税。也希望它的XEDV 车型可以尽快上市。具体很多干货，大家期待实测，包括拆车视频。今天就聊这么多，感谢观看，拜拜，再见。